这个画面不一般啊！一架钥匙战斗机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缓缓驶进港口。它是报废的还是走私的？实际上都不是，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为此，英国人还极不情愿地掏出了57万英镑，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把飞机给赎了回去。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钥匙。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成为比施瓦辛格还要耀眼的明星。那个挂着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呢？You're fired。但其实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在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呢，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呢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呢，那必须是得航母但轮到了钥匙嘛。为它提供驻足之地的，除了无敌竞技神航母以外呢，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数十架钥匙的临时海上之家了。是的钥匙就是这么强，实现起降自由只需要一块15乘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虽然短板也很明显我们来数数，只能亚音速机动，少到可怜的续航。过时的雷达和导航，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所以注定今天的故事败的也是他，成的也是他了。1983年的6月7日，2架钥匙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一跃而起。他们本次要执行的是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任务目标是这样的：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呢，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名叫伊恩·沃森，非常年轻，所以经验有限。此前呢，只飞过13次的钥匙，加起来总的时间呢，也不超过75个小时。而像这样的演习，这一次都还没有。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嘛，大不了让老人带带就好了。所以另一架飞机上就是一位资深的飞行员了。这样的搭配，这样的任务，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玩似的，能出什么差子呢？好了，升空之后呢，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回到碰头点就好了。然而当演习结束，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他想，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已经返航了呢？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那就打开无线电跟他联系一下呗。结果却发现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好家伙，原来咱这无线电静默不是模拟出来的呀，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海军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让你用无线电嘛。它就是个坏的。没办法，只能打开雷达喽，直接返回航母吧。可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钥匙的几项缺点吗？过时的雷达系统，在这儿呢，就是它的探测范围已经够不到航母了。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只有平静的扫描线，既看不到航母，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沃森还没有慌，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惯性导航仪。至少呢，他还有可能把沃森带回到原来的位置嘛。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也是很不靠谱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光辉号，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该多好情况发展到这儿呢，就很不乐观，也很讽刺了。你看本来是出来寻找假走丢的航母的，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关键是航母即便丢了，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可要是这飞机丢了，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沃森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了。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沃森意识到他飞机上的油箱已经快要见底了。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他最多只剩下了12分钟的思考时间。于是他就想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坠海前顺利弹射逃生，也绝无可能在这儿发出求救信号。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唯一的生存机会呢，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往东飞，那边兴许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的航道，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这个决定救了他。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便要坠海之前，他的雷达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艘船这是一艘正在前往圣克鲁斯的西班牙小型集装箱货船阿尔莱格号。
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就很清晰了啊，他要飞进这艘货船，让船员们注意到他，然后再弹射契机，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虽然抛弃一架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似乎这已经是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沃森管不了太多了。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阿尔莱格头顶时呢，看到的情形啊，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不定他是可以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因为他看到啊，载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跟自己平常训练时差不多大小的平台。既然最坏的打算都已经做过了，还有啥好怕的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像平常那样把它给降上去。沃森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做得还很好啊！要不是船长在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时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否则这架钥匙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沃森居然连人带机都安全降落了，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当然。阿尔格莱号的船长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不变，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那就耐心的再等上4天吧。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其实啊，这位船长也是挺豪横的啊，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并且在到了码头呢，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其实是皆大欢喜的。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虽然救下了飞机，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飞丢的吗？惩罚是在所难免的。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调到办公室做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外加900小时的 F-18之后呢，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军旅生涯。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